朋友们，你知道良知的力量有多强大吗？毫不夸张地说，在它的指引下，你可以轻松地活出丰盛、富足、圆满的人生体验。但可惜的是，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始终没有使用过这个隐藏在自己身上的最强大的秘密武器。如果当下的你正活在匮乏、焦虑、不安的笼罩下，那这个视频一定要耐心看完。我会详细地告诉你，如何让良知这个强大的秘密武器重新指引你活出理想当中的生活。好，我们都知道，古希腊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呢发现了杠杆原理。于是他说，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而那个支点呢，如果用王阳明的话来说，就是2个字：良知。而这个杠杆呢，就是知行合一里的行。王阳明说，这个支点就是良知，它能知是非善恶，并且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对我们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而我们剩下要做的事呢，就是要去找到那根足够长的杠杆，然后用力地压下去，这样你就可以撬动天地万物和所有的人情事变了。听起来是不是挺神奇的呢？梁启超曾经说过，但凡吃透心学的人都能成大事。像王阳明、张居正、曾国藩、左宗棠、林则徐，还有日本的商业教父稻盛和夫等等，这些人所取得的成就呢，全部都是依靠着心学的力量，或者说依靠着良知的力量。其实包括今天的有很多很有成就的人，他们也都是默默地在使用王阳明的心法，在做人做事，只是我们并不知道而已。所以心学这门强调如何治良知的学说呢，其实是特别的落地的，尤其对我们的人生的行的这方面，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可是良知虽然无比强大，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呢，它却并不是人人都可以随意的拿来就用的。由于我们每个人都是无从选择的降临到了这个尘世当中，目的呢，就是来经历、体验、修炼和升级的。于是我们的这个本来呢就不成熟、不稳定的小灵魂，注定要经受尘世当中习气的浸染，各种业力的注入。比如你天生就带有的这个家族的遗传基因，这就变成了你天生的缺陷。你的童年、你的原生家庭、你的这个成长、学习和工作环境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已经提前就设置好的，你没得选。你能选择你出生在谁家吗？你能选择你的童年吗？所以我们原本光明的良知呢，自然就会被这些习气和业力所不同程度的遮蔽，然后呢，开始变得暗淡无光，进而无法对你的思想和行为呢产生影响。你的良知暗淡被遮蔽，就无法在良知的指引下做事，不能做到知行合一，也就是佛家讲的，在没有提起觉知的前提下，你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你的各种我执在造作而已。良知被遮蔽了，就好比是乌云遮蔽了太阳，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太阳它不在了，对不对？而王阳明又把知行合一这个概念呢，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为什么有很多人每天都做着并不符合良知的事，却貌似看起来心安理得、乐此不疲呢？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言行其实也都是知行合一的。因为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和行永远都是一体的，根本就不可能分开，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知而不行这一说。没落实到行上面，其实就是不知。你所行的一定就是你所知的，你真正知的那一刻，其实已经就是你的行了。比如你戒不了烟，那么其实呢，就是你的认知觉得吸烟带给你的好处要大于吸烟带给你的坏处。
你的行动和你的认知是一致的，所以你戒不了烟。看，还是知行合一的，对不对？但是发现了没有？这里的这个知只是你这个头脑的认知而已，是知识，是认知，是王阳明所说的社会习气，并不是更高级的良知和觉知的知。用现在的话说呢，这只是社会习惯而已。此时你的良知还是暗淡的，被遮蔽的。这种知行合一只是你肉人的知行合一，而真正更高维度的知行合一是什么呢？它应该是归于本心，提起觉知，让光明的良知指引自己的一切言行，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让自己的良知、觉知走在前面，而不是自己的社会习性，不是习惯。心学修的这个知行合一里边的知，并不是头脑的认知，而是良知。所以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修炼的是要用良知去抓自己在面对任何事情时背后的那个真正的需求，而这就一定需要你跳脱出那个肉人，你才能看得见。因为肉人呢，只会陷在习惯和情绪里，肉人的需求其实都是各种低级的欲望，而一个真正觉醒的人的知行合一的过程，是一个运用良知来调动影响事物发展的轨迹，改变这个最终的结果，最终使其符合良知的过程。所以真正理解以及做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4个字的人呢，其实是凤毛麟角。我们之前讲过，凡夫俗子有凡夫俗子的知行合一，恶人有恶人们的知行合一，圣人有圣人们的知行合一。虽然听起来都叫知行合一，但是境界和维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能治良知，那么他就必然成为一个诚心、干净、通透的圣人。有人曾经问王阳明，你除了良知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吗？王阳明的回答是，除了良知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吗？这句话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4个字：心外无物。因为良知即本心。很可惜，绝大多数的人呢，其实就算是平时可以听到良知的声音，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相信他、听他的话，把他当成自己一生中唯一可以100%信任的老师，而相反却是一直在忽视他，对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其实如果我们用现代的心理学来描述一下良知，那良知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面临一个情景的时候，它不会导致我们的直接反应，而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非常快速的瞬间的判断。这个判断并不是你经过深思熟虑，经过你的大脑所谓的理性的思维推理得出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动的闪现。没错，这个瞬间的判断就是良知的声音。你不妨仔细地回想一下，其实每次你都会有，比如你路见不平这个判断呢，会让你瞬间有一种冲动去拔刀相助，对不对？又或者当你面对那些不健康的垃圾食品，当你想要偷懒不去健身，当你过度饮酒，哪怕是当你赖床、熬夜、刷手机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都会首先瞬间产生出一个这样的判断，它告诉你不应该，这是不好的，你应该怎么样。只不过我们都选择了忽视，选择最后都让它流经了。我们并没有听从这个判断，对这些瞬间的不加思索的判断，全部都是来自于良知，它是先天而来的，是自动自发的，不受你的控制，它是你与生俱来的道德与智慧的直觉力，也可以叫做觉知。它就产生于当下，只存在于当下，因为只有当下才是连接着高维智慧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一次一次地让良知擦肩而过，或者在治良知上不断地失败呢？那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就错把大脑当成了主宰，都只会去依赖大脑的思考，然后让大脑来最终指挥我们的行动。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在社会习惯下的大脑的思考，其实都只是阻碍和消耗我们的评判和噪音而已。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一点就是，良知呢，它是无善无恶，本自具足，清明中正的，根本就无需你的这个大脑来添乱。在习惯和情绪之下的大脑的思考，它本身对良知就是一种污染。而王阳明呢，其实就是在倡导和引领我们要反过来，我们要去光复我们的良知，让良知反过来影响你的大脑。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就是我明明知道了很多道理，可就是过不好这一生。这个道理在王阳明看来其实很简单，知而未行等于不知。你没有在具体的事情上做到你所知的，没有在行上去闭环，去验证你的良知，那么你就等于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王阳明会在良知前面加了一个智字，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空口说，就算说的再头头是道，没有知行合一也等于白说。注意，重点来了，所谓致良知，如果非要把它具象化地描述出来，那就是当你在面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先瞬间接收到的那个判断，或者说那个声音，然后你不放过它，你坚定不移地驱动自己的肉人按着那个声音去做，这就是致良知。听起来很简单吧？但是难于登天。不信你试试，可以先从小事做起，比如吃饭只吃70%饱，比如喝酒只喝2两，比如11点准时睡觉，比如想骂孩子的时候要忍住。你放心，当你做这些事情之前，一定已经有一个瞬间，你的良知已经提醒过你了，只是你不听。而致良知就是要让你去真诚的、安静的去寻找、听从那个声音，然后按他说的做，仅此而已。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这里边最核心的就是一个诚字，你要对自己、对良知有足够的诚意。如果能做到这个诚字，那其实你就已经是圣人了。这其实就是儒家所讲的慎独，一切的根源就是一直以来你有没有自己欺骗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诚字，这就是圣人和普通人的区别所在。王阳明告诉我们，良知的确是无所不能，但是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得能治它。天下万事，良知皆可以给你答案，你要做的呢，就是按照他的答案去行就可以了。所谓致良知，其实就是行良知。用一句最简单的话说呢，就是实事求是的按规律去做人做事。可是就是听起来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却没多少人能够做到。记住一句话，只要让你的直觉、本能、第一感付诸实践，这就是致良知。但是这在强大的社会习惯面前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往往以为习惯和情绪就是第一感，但是错了，良知才是，只是它被你忽略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已经失去了第一感，而成为了被大脑控制的一个机械化的肉人。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究竟该如何让我们的良知重新光明起来呢？想要让你的暗淡的良知重新的光明起来，你首先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搬砖。什么意思呢？就是先要去一点一点的重新提炼起你那已经失去了很久的专注力，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石，这就叫搬砖。这些宝贵的专注力就是你的自由意志。记住，只有你在存在自由意志的前提下，你才可以去致良知，你才会去致良知。否则你已经完全是习惯的傀儡，情绪的奴隶，是系统的一个提线木偶。请问它会让你去致良知吗？
所以提炼起你的专注力，这是一切的基础，也是前提。那我们来看看，如何提炼和凝聚住这宝贵的专注力。这一部分在心学当中是如何体现的？我们可知道，古人可没有什么专注力、自由意志这些词和概念，对不对？但是王阳明有他独特的心法。在心学当中，阳明先生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要念念存天理，即是立志，就是说要把这个致良知的志向，时刻作为凝聚住你的专注力的核心意念。你要在内心当中时时刻刻的只专注于这一个志向。这就是我们老祖宗教给我们的保持专注力、提炼自由意志的一个法门。王阳明的释弟子立志说里有这么一段话，你一听就明白了：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听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孵卵，精神心思凝聚溶解，而不知有其他。这就是王阳明先生凝聚专注力的致良知大法。只有时刻保持有这样的一个警觉心，你才能保持住你的专注力，不被社会习气所浸染。这有点像什么呢？比如你在寒冷的雪山当中被困迷路了，你随时都想睡过去，但是你知道，你一旦睡过去，你的意志力就再也回不来了，你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你的肉身也会被冻僵。这个时候支撑你保持清醒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在心里一直时刻不停地去想着你最爱的那个人。你不能失去他，他需要你，他也不能失去你。你看，这其实就是一种力量，是可以支撑你不迷失、不掉线的一种强大的信念。我之前呢也分享过保持清醒和凝聚专注力不被带走的心法，那就是当情绪和念头袭来的时候，你就要失控的时候，永远在心里记住一条终极法则，然后不断地去自我锚定这个法则，那就是我是我的观察者。这句话你可以记下来，这是最有力量的一句话，一个口诀。时刻牢记这句话，可以保证自己不迷失，因为只有坚定地做自己的观察者，而永远不带任何的评判，永远不介入的坚定地对自己进行内观，这股力量就会让这些习惯、情绪、念头都无功而返。你只要保持在正在观察自己的这种状态，那你的意志就是独立的，你就永远可以站在第三方的上帝视角来看自己，那么你就是自由的。但是这需要长期的耐心和刻意的练习。那么你就先从参悟这句口诀开始吧，我是我的观察者。另外，这和佛家所讲的戒定慧也完美的契合。所谓戒，并不是你理解的各种持戒，而是你先让自己和自己有一个约定，那就是把你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范围之内。比如说一个事物之上雷打不动，这就是所谓的戒。一旦你真诚不欺地去遵守了这个约定，那么随后呢，你便会逐渐地升起这个定，也就是如如不动的定力。所谓定力，其实就是你可以做到把你的专注力定在那里，锁住不被带走。当你有了定力和足够的专注力，这个时候你的状态便是安静的，没有一丝染浊的。此时你自然就会升起那一念觉知，还有获得高维的智慧，也就是阳明先生说的良知得到了光复。这个过程就是真正的戒定慧。其实各种修行法门从本质上来看都是相通的，儒释道三家都强调静坐，也都无一例外的不会跳出戒定慧这个心法。不管什么坐姿，注意力放在哪里，其实呢，他们在最底层的逻辑都是相通的。如果你把这个戒锁定在了一件具体的事情上，然后你做到了对自己真诚不欺，让自己的注意力全部都给到它，别的什么都无视，
什么都看不见，都忘了，那么你一定就会进入到心流的状态。那这时候，你在这件事情上的效率、灵感和创造力都会超乎你的想象。你之所以总是进不去，是因为你自己一直在破坏你自己和自己的契约。好，随着你注意力慢慢的回归，下一步你再把这些注意力放在当下你应该做的正向的事情上面，进而再让你的注意力在专注的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继续的得到增长。这就是所谓的静能生慧。什么叫静呢？就是你心无杂念的去做一件事，这就是一种动态下的静。你打坐冥想，把感觉都集中在身体上，这就是静态下的静。不管哪种静，只要你能静下来，自然就可以生慧，而你的良知自然就会越来越光明，觉知呢也会升起来。王阳明教导我们，要在每一个当下、每一件事情上都去努力地做到知行合一，这样你每做完一件事，你的心都是安的，都会让你的良知呢更加光明一点。这就是事上练，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在自由意志而非习惯之下去做的任何事，这就是在治良知。这个过程呢，就是你在逐步的回归本心，明心见性，是更好的成为那个本自具足的自己的过程。记住，你本来就是完美的，只是你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而已。而修行的过程呢，就是3个字：找自己。最后，大家一定要记住，人必须要到世上去磨练自己的内心，这样才能使得你良知光明。所谓的治良知呢，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去向内光明自己的良知，另一个方面呢，是向外去发挥你的良知。所以不要只听我说，也不要只听别人说，一定要自己呢把你自己所体悟到的，去生活中的具体的事情上去验证。只有你不断的去验证自己的良知，不断的去验证自己的本自具足，这才算是闭环，才会让你真正获得内在维度的提升，你才会更加的通透，这才算是知行合一。每当你提升了，也不用觉得这是别人的功劳，这是你自己的良知指引着你做出的选择，是你自己做到了慎独，做到了诚意，听了良知的话。任何的视频也好，书也好，人也好，它对你来说呢，都只是一个机缘而已，千万不能太依赖，它们不是你的救命稻草，引导和开发的呢，都只是你的灵魂自由意志而已。觉醒是你自己的觉醒，感悟是你自己的感悟，体验是你自己的体验。那这一切的苦只能靠你自己去度，这一切的前方所有的路，只能靠你自己去走完。好，我们继续。如果你忽略了世上练这个环节，那么王阳明所提倡的治良知，就很容易和禅宗所提倡的顿悟混为一谈。而事实上呢，心学虽然和禅宗有很多的相通之处，前面也说到了，比如心外无物，但是心学绝对不仅仅是禅宗。事实上，我觉得心学其实是对禅宗的一个延伸和补充。补充了什么呢？到底应该在尘世当中怎么做？也就是说，要如何先出世以后，最后再回归到生活当中去入世修行的那一部分。而在心学当中呢，王阳明则重点强调了必有是焉。这里的这个是呢，可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具体的事，而是包括了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在王阳明看来，每一个起心动念它都是一事，不论世上练也好，格物致知也罢，都要求我们不能放过任何的一事一念，无论是大事小事，还是我们的情绪念头升起时，
这都是我们在世上练的好机会，这些都是我们今生要做的功课，是我们要经受的考验。我们就是要在这些所谓的事情上面，去磨练自己的内心，去验证自己的良知，去知行合一。现在每当我遇到了无常，遇到了逆境来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世上练这3个字，然后立马就可以平静淡定了。这3个字的力量其实是很大的，因为这就是修行治良知的大好机会。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让你立刻从慌乱和沮丧当中恢复平静的一个很好的心法。事情越大，你提升的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从人生低谷走出来的人会更加强大的原因。而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呢，他从来都看不见自己眼前的小事，比如说吃饭、睡觉、说话等等。殊不知，你只有在这些小事上都做到了知行合一，那么在今后你遇见大事的时候，你才不会慌张，不会跑偏。你小事上无所谓，却整天妄想着在大事上还不糊涂，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当事情来的时候，不管大事小事，我们都要把良知当成唯一的老师，按他的指引去做事。你丝毫不要怀疑，丝毫不要犹豫地去照做，这才叫真正的在世上练。另外，世上练呢还有一种心法，那就是纵心。纵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使没有具体发生的事情，那也同样可以世上练。怎么练呢？就是让事在你的心中过，这就是没事还可以找事。所谓心中如战场，我们可以在心里去模拟那个困难，它就在眼前。如果发生，我们要如何用良知去克服它，并且你可以把这个事往大了、往严重的想，千万不要小看纵心这一招。如果你经常练，等将来一旦真的有事，你自然就可以把模拟放到现实，帮你顺利地度过难关。当然了，你也可以把以前发生在你身上的，你当时没有做到知行合一的事，都重新的再过一遍，全部格物致知一遍，以良知来指引自己，在心中把它们都纠正一遍。最后我再强调一遍，包括我在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你们可以不加怀疑、不加审视、完全相信的真老师，只有良知才是。千圣皆过影，良知乃无失。我也只是一个可能的机缘而已，是你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请大家把我用完以后，一定要记得放下，千万不要去依赖和太看重这个工具本身，明白了吗？好了，今天的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非常感谢你能看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